每当联发科技推出全新旗舰天玑处理器的时候，就代表 vivo 跟 OPPO 的旗舰新机要推出了。上一集我们聊了 vivo X300系列，这一集当然不能冷落 OPPO， 所以 OPPO 新一代旗舰机 Find X9 系列八卦报道等等就帮大家奉上。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OPPO 今年的旗舰机 Find X8 Ultra 其实有点让我跌破眼镜，没想到拍摄能力非常的强，成像的色彩表现也都非常有质感，这让我非常期待啊！比较有可能会引进台湾市场的 OPPO Find X9 系列哦，像是 X9啊，或是 X9 Pro。这是 OPPO 秋季旗舰发表会，时间应该会跟 vivo 非常的接近，都会落在10月中下旬。预计会推出 Find X9 还有 Find X9 Pro。根据目前已经流出的硬体资讯还有曝光图来看，这只手机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把该塞的都可以塞进去了哦。整个规格还蛮不错的，整体上就是一个不让人挑毛病的方向前进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次的 OPPO 又推出了什么杀手锏哦。我们先从内在的核心讲起。OPPO Find X9 系列当然跟 vivo X300 系列一样，都是采用联发科技的天玑9500。这边重复一下上次讲过的规格哦。那这颗处理器据传采用台积电第3代3奈米 N3P 制程打造，采用一颗主频高达 3.23 GHz 的超大核心，再加上3颗大核还有4颗中核。跑分部分目前在 Geekbench 上的单核是3900，那多核是接近11000分哦。那整体是表现非常好。AI 算力听说也会有大幅强化，整体提升了40%。对于 AI 修图啊、语音即时转文字、影像辨识这些日常应用会有明显的进步，甚至能支援大型的 AI 模型运行哦。电池容量部分，原本看到 vivo X300 系列就已经够吓人了，但 OPPO 更可怕。Find X9 Pro 同样采用细负极技术，电池容量据说有7500毫安时，而 Find X9 标准版也不遑多让，将内建超过7000毫安时的容量电池哦。充电功率部分支援100瓦的有线快充，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所以啊，看到这边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旗舰机根本就不是电池大这件事情可以形容，根本就是电池超展开。以前我们看到5000毫安时就觉得已经很够用，现在直接冲上7000毫安时、7500毫安时，根本就是行动电源等级的。其实这个应该就是要拜电动车带动整体电池技术快速进步的发展所致啊，这也算是对于手机行业的一个贡献吧。上一期我们聊到 vivo 总算在旗舰机种上用上了 LIPO 的全平面萤幕，虽然 OPPO Find X8 Pro 还是一样是曲面，不过在 Find X8 Ultra 的时候就改用全平面萤幕了。那这次 Find X9 系列也会是全平面萤幕吗？答案是会。Find X9 Pro 采用6.78寸 1.5K LTPO OLED 显示器，支援120Hz 可变更新率，它还搭配 2.5D 大 R 角设计，再加上 LIPO 4窄边封装技术，让平面萤幕的机身也能有更窄的握持宽度。标准版的 Find X9 只是用上 6.59寸，有着 1.5K 的解析度，同样支援 120Hz 的更新率，也是 LIPO 封装的极窄边框设计啊。我想今年全平面萤幕应该就是全面回归啦。毕竟始作俑者三星啊，它早就回到全平面哦，所以后面的可能还是来不及刹车，就继续做出去了啊。然后这一代的 Find X9 系列最让我惊喜的部分是外形上的改变，终于啊，我说真的终于哦，跟过去 Oreo 圆形镜头模组说拜拜了。这次直接改成左上角矩阵方形镜头模组啊。跟 Reno 14其实有点相像，不过我最喜欢的设计并不是这一个哦。还记得 OPPO Find X4 的火山口设计吗？如果 Find X9 也能那样设计，那真的就非常的美哦。Find X9 Pro 还用了一种冷雕技术来处理镜头模组跟机背的衔接啊，摸起来滑顺不卡手啊。那整体的视觉也更完整。那机身部分两款都落在8mm 以内，重量也都维持在200克以下。防尘防水部分当然也是 IP68 加 IP69，这个看起来也是中国品牌旗舰机的标准规格了。当然，大家还是最关心镜头模组吧。OPPO Find X9 系列传出的版本跟规格就没有像 X300 系列那么多那么复杂了。Find X9 Pro 的主镜头采用的是1.28寸5000万像素 Sony IMX09A 感光元件。近期感觉 Sony 好像都没有想要开发1寸的感光元件，所以今年该不会就没有1寸感光元件的旗舰机种了吧？没关系，我们等等看。
潜望长焦部分做到 3.5 倍光学，采用当然就是三星2亿像素感光元件，但并不是用上 HP9 或是 HPB 哦，而是面积稍微小一点的1.56寸2亿像素 HP5。虽然感觉上没有 HP9 那么强哦，但最后还是看调教跟 AI 能力啦。那超广角部分没有太多资料，我猜应该就是 ZN1 或是 ZN5。Find X9 的标准版是采用50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其他2颗镜头跟 Pro 版相同哦。那资料部分我们就再近一点再看。不过它之前有一颗镜头非常厉害，就是 Find X8 Ultra 上面的一颗单狭远彩镜头，也就是所谓的光谱感应器，让拍照的色彩表现真的是非常有感。这次听说也搭载了更进化的多分区光谱镜头。这部分如果真的有搭载，那真的在拍照上就会非常有看头。OPPO 与哈苏的合作，在今年推出 Find X8 Ultra 之后，真的有看到好成果了哦。Find X9 Pro 这次预计会搭载哈苏联合调教 3.0， 除了强化多镜头白平衡一致性以外呢，还会加入中片幅虚化模拟、自然光引擎这类的新功能，让拍照更有立体感，逆光色彩也会更自然。然后 OPPO 当然要回头看一下竞争对手 vivo X300 Pro 的规格，毕竟他们2个几乎都在同一个时间登场，互相比拼真的是有一种宿命感。其实这次 Find X9 Pro 的镜头规格几乎跟 X300 Pro 相同，也不能这样讲，差异不大。当然长焦感光元件 X9 Pro 是小了一些，但我想差异并不会太大。在感应器部分， OPPO 的多分区光谱镜头虽然没有办法帮助到画面的细致度，但对于色彩提升真的很有感。这部分 vivo 不知道会不会提出类似的解法，这点就等正式发表之后观察啦。然后另外在 vivo 的 Pre ISP 部分，我觉得它的那个进化也是很有感，所以它这次会不会同样搭载2颗 ISP 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观察的部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系统。Find X9 的系统预计搭载 ColorOS 16，这是在影像跟 AI 模型上做了不少深度的强化。当然，如果推出国际版，很多 AI 功能或是跟 iPhone 互联的功能是无法出海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会被告。所以大家应该是不用期待太多啦。好，一切就等近一点官方开始释出消息之后，会再汇整一次给大家。以上就是 OPPO Find X9 系列的八卦报道，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